谢谢主席，有请金管会彭金龙主委备询。允彭主委。各位好。主委您好啊，今日特别到财委会哈，是想要确认在新主委的领导之下，金管会对于前任这个主委的政策啊相关态度以及后续的做法哈。那金管会其实早就体察民意哈，了解到国人对于多元投资商品的需求哈，所以在113年度，也就是今年的施政计划当中有提到，开放适格银行针对高资产客群理财需求，提供多元化金融商品，扩大金融业务范畴，开放证券期货多元商品及投资管道，满足多元化商品需求。考量目前的这个市场的状况以及我们的这个金融的现况，请问一下主委，您是否同意遵照黄前主委的路线，捍卫民众对于投资商品多元选择的权益？我想提供我们市场上需要的产品。安全的产品一直都是金管会努力的目标。很好啊，因为您刚刚也表示哈，不要过度集中嘛哈，那我们就要来问您另外一元啊，就是另外一种 coin， 叫比特元啊，我们民间叫做比特币啦啊。比特币 ETF 的副委托，今年1月10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宣布批准比特币现货的 ETF 交易，一共有11档比特币 ETF 申请全数获得通过，但是遗憾的是，国内券商在1月23号发出公告，表示收到金管会一纸通知，而且不是非常的明确哈，说是什么理由哈，只能透过副委托卖出连结虚拟货币现货以及期货相关的商品，不可以新增委托买进。受到影响的有美国及香港市场约21档相关的 ETF， 到现在可能还会越来越多啊。我们明白目前国内法规尚不允许我们自己的金控公司、金融公司推出自己的比特币 ETF 在台上市，但是禁止国内的民众以金管会鼓励的副委托方式来购买，不可以购买哈美国的比特币现货的 ETF， 确实在投资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弹了哈。那想请教一下哈，这个我们在3月4号曾经质询过黄前主委哈，有表示，当时他表示哈，要求券商公会研议是否开放副委托交易加密货币，尤其比特币现货的 ETF， 如果有意，则需要在4月底以前提出配套方案，甚至有告诉我们呢，最好的消息有可能最快会在4月底出现。我想请问一下主委，据悉券商公会已经在4月中向金管会提出配套方案，请问目前的审议进度如何？可否简要说明？大概什么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谢谢委员哦，就是我们确实那个券商公会已经在4月24号提出了他们的建议方案过来，他们主要参考说，现在国际上并不是所有都全面开放，比如说韩国跟日本就没开放，但新加坡，然后还有像香港它是有开放的哈，就说这部分券商公会的建议是这样，他说建议开放专业投资人购买虚拟资产 ETF， 且初次买卖时应签具风险预告书。有限定的开放啊，可能会往这个方向走哈。那请问一下，投信公会是不是有引进这样子的一个国外既有的加密货币 ETF 基金向金管会提出，或者有没有其他的金控已经在跟你们讲说，他们也想要推出自己的比特币的 ETF？那个委员可不可以允许我们请问局长做更详细的说明，可以吗？好，时间不是很多，但是可以概要。跟委员报告，那个投信的部分，因为有价证券，比特币不是有价证券，所以那有没有人有没有国内的业者跟你们提出想要开放？想要推出这样的产品，有这样的提出来，有吗？哈，那我想啊，这个希望我们可以持续的守护、拥护多元的方针啦。毕竟这是你们的施政报告提出来哈。那这一次呢，金管会业务报告也提到了哈，6月底以前将公布金融业运用 AI 指引。请问主委，指引所涵盖的面向跟大致的内容，能不能让我们大概知道一下？我可不可以请我们那个同仁过来跟您做一个？好，那时间稍微暂停一下哈，如果可以让他移动一下。好，谢谢。是跟委员报告，我们那个 AI 指引的部分呢，目前是包含像是希望在治里面的部分，希望金融机构至少在针对这个 AI 系统它可能要在设计或者是研发，甚至是要在有这个模型的时候，都必须要先经过公司有一个指定的主管。那另外就是针对这个数据的搜集，
可能也必须要注意到公平性，还有就是要就是以人为本这样子。好，希望能够连接到产业的真实面了哈。这个尤其针对伺服器接地啊，好等等哈，一些规范要有一些弹性。毕竟大语言模型、生成式 AI 啊，某种程度来说是非常非常国际化的。如果我们只限缩在本地，很可能会让我们的金融业失去竞争力哈。最后还是再次提醒诸位哈，高达84%的台湾人有投资习惯，金管会禁止复委托购买，反而会让更多想买美国比特币 ETF 的民众没有办法用金管会鼓励民众合法使用互委托的方式来购买比特币的现货 ETF， 反而变成要翻墙了哈，直接透过海外券商，而很多的海外券商也被你们名列说是在台湾不合法。如此一来，政府将更难以掌握民众对于美国比特币 ETF 的投资情形，国内券商则少了手续费的收入。民众如果与国外券商发生投资纠纷，还要自行承担风险，甚至可能不慎掉入诈骗的陷阱，毫无保障哈。这对于政府、国内金融的业者和民众来说，可以说三输或者多输。我就再次的来跟您分享哈，美国比特币 ETF 与其他传统金融商品其实没有差别，这已经是经过美国的法院所认定的，美国 SEC 也都同意推出了哈。每一位进入投资市场的民众本来就应该要有基本的投资判断能力，希望金管会可以真正的去守护民众的多元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哈，让大家有更多的商品选择，资讯公开的透明，让大家都能够接受投资商品的价格波动。不然呢，让大家都只能选择本地的商品。我们的 ETF 呢，讲了很多数字，讲了很多台湾价值，结果到现在价格也还没回去。结果呢，明明在美国已经可以合法购买的东西，我们却禁止他用复委托方式购买。禁止复委托不是最好的做法。金管会应该保障民众以复委托的方式投资国外虚拟货币，尤其比特币现货 ETF 的权益。谢谢。谢谢委员指正，谢谢。好，谢谢。下一位质询，请陈玉珍。